从前在上海玩舞厅，要追求一个舞女，便利的时候很便利，艰难起来简直难于上青天。就拿追求陈云长的事来讲，小徐除了猛捧陈云长之外，还出资帮陈哥哥的忙，把他在嘉兴的一家小米铺改成米行。时机有些成熟，陈云长还要求2样东西，一样是镶钻手表，一样是貂皮大衣。小徐一口答应，回到家里，次日就和哥哥大徐商量要借这笔钱。大徐一口拒绝说：“你这个月已经用了不少钱，你越借越多，我再也不能答应。”两兄弟闹得面红耳赤，争执起来。室内恰巧有一柄专门开木箱的利斧，小徐拿起这把斧头，对大徐说：“你这次如果不借的话，我就拿这把斧头劈你。”小徐原是想恐吓哥哥的，料不到大徐回答说：“你用斧头劈我，我也不借。”这样一来，小徐就对准哥哥脑袋一斧头劈去，哥哥当堂就哎呦一声，倒地死去。当时这幢房子里面并无外人，弟弟对着死去的哥哥呆了半天，最后不得不走下去向他爸爸自首。徐祥孙上楼看了之后，悲痛之余，细细一想，杀人者死，如果闹出来一场讼案，小儿子的性命也保不住，不如用钱来把这件事铺平，免得断了后代香烟，而且还要被社会人士耻笑。于是徐祥孙就用电话召集4个学徒，史志富也在其内，先在楼下每人送给1根金条，4个学徒都呆了。因为徐祥孙平素很是吝啬，视钱如命，向来连职工薪金都微薄得很，不知为何忽然如此慷慨。徐祥孙也猜测到他们的心理，说：“我有一件事要你们4个人严守秘密，不要张扬出去，并且还要你们帮忙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，绝不食言。”4个人在重赏之下唯唯从命。徐祥孙就带他们4人登楼查看，只见大徐倒在血泊之中，小徐待在一旁痛哭。徐祥孙便对他们说：“现在要烦劳你们4人，把大小开身上的血液抹去，用白布全身裹好。”一方面叫史志富去找寻法租界验尸所所长，此人本是徐的老友，所以徐祥孙想到要请他。不一会儿，所长就跟着史志富来了。徐祥孙把这事深说了一番，当场捧出1包条子送给他。这位所长马上就笑着说：“老朋友何必如此？”并且对徐祥孙说：“你只要把尸首偷偷地运出，选个时候公然送到验尸所，由我亲自来处理，保你不会闹出事来。”尸首运到验尸所，所长就把尸首贴上另一个人的名字，又把一个因吸毒致命的乞丐换为大徐的名字，即刻运到大溪路底一个私家坟场，而且叮嘱老徐要用火葬。这个计划等于毁尸灭迹，好到极点。事情谈得很妥当，尸首也运到指定的地方。万不料百密一疏，在火化之前，忽然潘达手下的一个警察孙兆北见到这个情形，就上前查问，索阅验尸单。一看尸单上写着是因吸毒致死的乞丐，这个警察就疑心起来，说：“既然是乞丐，怎么会有人替他买棺成殓？而且棺木很考究，因此就阻止他们火化，一面向局方报告。”局长潘达恰巧看到大美晚报的新闻，在接到这个报告，立刻派出4个警察前去，不准火化。于是这个偷天换日的计划全部被拆穿了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可闹大了。
徐祥孙得到了这个消息，急得七窍生烟，竟对史志富破口大骂，说他办事不力，要闯出大祸来了。史志富被他骂得狗血喷头，默不作声，只说了2句话：我和你的师生之义到此为止，这件事我再也不管了。徐祥孙一听他的话，当场也软了下来，说：潘达也是你的朋友，只有你在出马用钱去铺平这件事。史志富说：我为了这件事，已3日3夜不能安睡，那也无所谓，倒是去联络报界不发表这段新闻，用钱实在太少，现在他们反而扩大其事，拼命宣传，任意攻击，弄得我两面不讨好，再管下去，恐怕吃官司都有份。我现在决计离开老师，准备自己开一家小药房，取名万国药房。对这件事，我不添乱，也不过问。这些话一说，徐祥孙手足无措，竟然一边抹眼泪，一面屈膝向史志富哀求说：现在大儿子先死，小儿子可能也会判死刑，我也会跟着送老命，黄金成千上万条，要他何用？你既想开药房，我愿意把隔壁一幢房子第3层楼里面所堆的乐土精奶粉、法国914按、吉辛606，还有100箱金鸡纳霜，全部送给你。可是你对这件事要帮忙到底。史志富一想，这许多药物价值连城，徐祥孙突然说这种话也有些变态，深恐他生命有不测，于是当场答应。不过说，这些药品今晚我要全部提出，午夜我去看潘达，潘达方面以送美钞为最得体，请你准备好4万元美钞，并且另派1名伙计与我同去，也可以证明我所做的事。徐祥孙一口答应。到了深夜2时，史志富协同另一个伙计到好莱坞赌场潘达的一间密室中见到了他。潘达说：你们干这件事迟了1天，在报纸尚未揭露以前，我可以眼开眼闭，由你们去做。现在报纸已闹大了，我反而不能帮忙。这时潘达看见和史志富同来的人手提一个大皮包，心知里面必定有东西。他接着说出一个秘密：这件案子不但上海个报大登特登，连南京的报纸也发表了。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号称罗青天，他已经注意到这件事。这个人小钱休想用得尽，大量的钱财他或许要的。我现在对你不能帮什么忙，明知你有钱带来，也只好日后看情形再讲。到了次日，巡捕房提出起诉，法租界法院，那时称第2特区法院，院长陈炳常已发出传票，对徐祥孙、徐达全父子加以控诉，并且即日将小徐拘捕。